就算是死到临头，司马妙元依旧傲气不减，扬言自己若是死在这里，仙门绝技不会放过他们，定会剿灭魔族，替自己报仇。此话说完，司马妙元突然拿剑自刎，燕珍珠冷漠看着他倒地咽气。所谓的九公主又有何用？自作孽不可活。燕珍珠连忙扶起虫子搂在怀里，含泪斥骂洛音凡当真狠心。虫子觉得疲倦无力，轻声感慨，终于有人来看自己。听到这番话，燕珍珠懊恼且自责，主动向虫子坦白来历，从控制虫子梦境到杀害云姬，而他3年来煞费苦心寻找冰牢，总算通过月桥和司马妙元找到这里。正当虫子疑惑燕珍珠的目的，王月缓缓步入冰牢，点醒虫子应该恢复真正的身份。随着王月彻底解除虫子身上的禁锢，前尘往事纷纷涌入心头，终是令他情绪崩溃，怒斥燕珍珠和王月从始至终都在利用自己。虽然燕珍珠接近虫子木的不纯，可她是真心相待，毕竟她是右护法梦魔之女，世代忠诚侍奉魔尊逆伦及其血亲。事已至此，无论利用亦或真心，仙界亦或魔族，都已无法改变虫子成为魔剑下任宿主的命运。王月施法治愈虫子受损魂魄，煞气得以汇集，虫子也在他的劝说下，最终答应回到魔宫。玉虚子急忙传信至南华求救，紧接带领弟子前往冰牢。燕珍珠为保护虫子身负重伤，气息越发虚弱，临终前将法器交给虫子，可助他在魔族和仙界之中自由畅行。待燕珍珠死后，虫子和王月逃出冰牢，没想到洛音凡已经赶来。时隔3年，洛音凡看着重子遍体鳞伤，面色憔悴，心里无比疼惜，主动上前拥抱对方，岂料虫子竟不为所动。前世今生皆为师徒，伤害从未减少。虫子多问洛音凡一遍，对他失望多添一分，痛恨他当初为何没有彻底将自己斩杀，还要遭受第2世的苦楚。闵云中等人来到冰牢，发现司马妙元和燕珍珠的尸首，程风抱住燕珍珠，伤心欲绝，眼看着闵云中将他灰飞烟灭，留有一枚魔丹。司马妙元死不瞑目，闵云中发誓要把虫子碎尸万段，秦柯则是为他和睦，所有恩怨随之消散。南华派众弟子纷纷涌现围攻，洛音凡还抱有一丝希望呼唤虫子，但是虫子认为他若真想救自己，应该走到自己身边。洛音凡迟迟没有回应，虫子彻底心灰意冷，愤怒指责他才是真正容不下自己的人。话音落，狂风骤起，煞气四溢，虫子目光陡然变得凌厉，带着2声怨恨，2声不甘，皆化为利刃。众人凝成结界抵抗，王月突然现身，淡定地看着眼前一幕，缓缓喊出少君2字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虫子执剑入魔，与王月并肩而立，厉声质问洛音凡可曾喜欢过他。洛音凡看着众子浑身散发妖异的气势，意识到自己永远失去心爱的徒弟，不免心如刀绞，悲戚承认自己从未忘记过虫子。奈何虫子对洛音凡失去信任，收回魔剑，随同王月离去。洛音凡见状极度痛心，狱毒发作使他呕血昏迷。虽然虫子回到魔神殿，可他完全没有把魔族放在眼里，更是激怒阴水仙他们，为此大打出手。雪衣人从天而降，摘下面纱露出真容，他是仙门里处处维护虫子的沐浴师叔，更是魔尊左护法天之邪。天之邪号称千面魔，亦是千人千面，可不管他何种身份，永远都会效忠逆伦，潜伏仙门100年，守护魔剑，直至成为首席弟子，只为等来虫子。最大心愿就是6界入魔，魔治天下。在沐浴的讲述中，虫子得知母亲水姬出身南华，秉承着匡扶正义，降妖除魔，结果沦为勾引逆伦的棋子。所以就算魔尊逆伦已经陨落，沐浴依旧不会沾镜称尊，而是愿意全力辅佐虫子完成魔尊生前愿望。虫子冷笑沐浴的愿望存在私心，沐浴表示自己的愿望始于逆伦，终究也会成为虫子的愿望。各派仙尊齐聚南华，全都将矛头指向洛音凡，质问他又该如何将功补过。洛音凡全程默不作声，到最后愤而离席，对秦柯视若无睹。卓浩不顾闵素秋阻拦，非要出去找虫子，告诫他不要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。虫子遭受背叛，怒从心起，先是焚毁扬州的仙尊庙，继而独闯紫竹林，重游故地，物是人非，令他恨意难消。
也正是这些看似美好的回忆，带给虫子无尽痛苦。当年约定师傅相依为命，如今落因繁言而无信。思及至此，虫子施法烧毁整座崇华宫，前尘恩怨随同火海化为灰烬。此刻，洛阴凡待在冰牢，感受虫子遭受的折磨，甚至后悔这3年为何没有过来探望，以至于虫子被人算计都浑然不知。卓浩通过秦科查找虫子下落，本想要带秦科前往，但是秦科碍于身份没有勇气，希望卓浩代替自己照顾好虫子，劝说他迷途知返。洛阴凡强忍噬心毒发作，感应到虫子返回紫竹峰，可当他来到崇华宫，虫子早已去无影踪。反观秦科遇见虫子，懊恼自己没能保护好他。然而虫子只觉得秦科虚伪，与他拔剑相向，秦科不敌受伤，幸好洛阴凡及时赶来阻止。虫子对洛阴凡已经恨之入骨，扬言要用他的血来祭剑。此时闵云中和于度带着弟子闻讯而来，沐浴紧随其后，当场亮明身份。眼看着沐浴把虫子带走，闵云中还处于震惊之中，从未料到南华派竟有这么多魔族细作，一时气急，险些昏倒。沐浴劝说虫子回魔神殿，毕竟他孤军奋战，敌不过南华人多势众，以一己之力难以对抗仙界，唯有团结魔族力量。二人说话间，卓浩追过来拉住虫子，可是虫子不想把他卷入是非，语气冷漠的警告他不要自作多情。卓浩闻言心如死灰，任由虫子跟着沐浴走远。虽然崇华宫已经焚为灰烬，可是洛阴凡略施法术，依旧能够把它恢复原样。于度笑着感叹，虫子就算是入魔，也不过是小孩子心性，仙界的东西岂能是一把火就能彻底烧毁？洛阴凡待在崇华宫良久，4时下定决心般找来程风，委托他将星灿法杖转交给虫子。岂料闵云中在半路拦下程风，怂恿他要杀死虫子，继而往星灿法杖嵌入符邪金针。王月应虫子要求，便将他安置在水月城，此处离人间最近，鸟语花香，十分清静，更不会受到外界打扰。虫子独自看着魔剑发呆，回想楚不负临终前对自己的叮嘱，一时之间难以做出抉择。卓浩屡次表白都被虫子拒绝，心里承受巨大打击，只能借酒浇愁，喝得酩酊大醉。闵素秋心痛卓浩执迷不悟，居然为了一个魔女自暴自弃，可他又何曾知道自己的深情相许，可惜天意弄人。水月城里栽种梦魇之花，毫不逊色于烟珍珠和梦姬之术，可令虫子陷入幻境难以自拔。阴水仙好心劝告虫子摒弃杂念，虫子不以为然。倒是程风突然来访，亲自将星灿法杖交给他。虫子看到程风想起烟珍珠，二人提及往事，不由唏嘘。当虫子接过星灿法杖，符邪金针迅速进入体内，令他丹田魔力流散，再难汇聚。程风拔剑指向虫子，略有不忍的挑明她是逆伦之女，唯有死才可保6界太平。虫子误会洛阴凡命令程风这么做，更是肝肠寸断的绝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沐浴现身杀死程风，虫子阻止无果，怒斥他擅作主张。沐浴将符邪金针从众子体内逼出，奉劝虫子不要再相信仙界之中任何人，并且强调他与洛阴凡是仙魔势不两立。说完就要毁掉星灿法杖。当年水姬舍生赴死，魔尊逆伦功败垂成，早在此之前做出周密安排，寻得天心之铁这等通灵物，一半魔力注入魔剑，借助剑灵替女儿掩饰命相，躲过仙门卜测，再以禁术封印天魔令。所以沐浴恢复天之邪的身份后，首先就是毁掉星灿法杖，劝说虫子应当以魔剑作为法器。随着星灿光芒消失，神器渐灭，自半空掉落，虫子像是失去魂魄般跪坐在地，他与洛阴凡之间的最后一丝念想彻底斩断。也正因如此，虫子满是怨恨的看向沐浴，惩罚他尝尝魔族血腥的滋味。沐浴受命于逆伦之命，包括其后代至亲，尽管他会亲自领罚，却从未觉得自己有错。卓耀带领各派仙尊前来南华追讨说法，意欲让洛阴凡自行卸下尊者首座之职。如此看来，他也是藏有私心。正当双方僵持之际，洛阴凡出面承诺，倘若虫子在他修得静心术之前做出伤人行为，他必定以10倍代价替虫子偿还。在得到洛阴凡的保证后，在场众人无话可说。卓耀满肚子怒火，斥责卓浩不争气。他之所以连同诸位仙尊争夺首座之位，
无非是想要传给儿子。奈何卓浩完全无异于地位威望，满脑子都是重子，从而违背父命，拒绝迎娶闵素秋。魔宫行殿，沐浴忍受数以万计的血虫噬咬，这般惨状遭到王悦嘲讽，催促他应当尽快激发重子煞气，而不是接二连三的纵容对方。其实沐浴早有准备，笃定骆音凡强心闭关修炼静心术，势必会走火入魔，想来他对魔族无可奈何。王悦故意把虫子带来行殿看沐浴受罚，表示他才是当今世上唯一对虫子付出真心之人。虫子联想到曾经处处爱护自己的牧师叔，略有不忍的喊停血刑，带着沐浴返回水月城。因为沐浴陪在身边的缘故，虫子难得心安，似梦似醒间沉沉睡去。待虫子醒来恢复清醒，沐浴继续劝说虫子需要考虑让自己变得强大，否则会沦为其他人的傀儡。未能令众子信服，沐浴带着虫子游历六界，先是看着魔族生存空间受到压制，魔族少女需要自相残杀才能活下来，反观人间拥有资源不懂珍惜，仙门虚伪势力，各派之间互相倾轧，根本没有能力守护百姓。虫子看到文博后人的悲惨处境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正当他要出手教训仙门弟子，岂料遭到骆音凡阻止。等到虫子走后，骆音凡收留文博重孙，牵着他回到南华交给鱼肚，也不管鱼肚是否愿意。也正因虫子看遍人间和魔界处于水深火热，决定要夺回天魔令，重整六界秩序。王悦答应交出天魔令，前提是要让虫子嫁给他当九幽皇后，还须得亲手杀了蛟王金螭。对于这种要求，虫子没有太多迟疑，爽快答应。王悦更是来了兴趣，认为他比逆伦还要优秀。这些年以来，妖王金螭为给爱妻白女续命，经常杀人夺取精元。然而白女心地善良，实在是不愿看到金螭滥杀无辜，所以以命相要挟，希望金螭放弃杀人。在白女的苦苦劝说下，金螭同意带着他隐居深山，度过余下短暂且美好的余下时光。反观阴水仙得知虫子要嫁给王悦，希望虫子能够慎重考虑，毕竟这件事情一旦发生，恐怕他与骆音凡之间再无回旋余地。虫子早已看淡爱情，虽是羡慕阴水仙和雪灵仙尊相知相守，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此等勇气和幸运，而他也抱有一丝期待，或许嫁给王悦尚能试探出骆音凡的真心。妖王金螭原是龙裔，奈何吸取凡人精元误入邪道，终修成邪仙，隐居赤焰山。如今金螭为祸传遍六界，着要召集各派仙尊商议对策，唯独没有通知南华。昆仑派主动请缨讨伐，于度得知后，委派秦科率领弟子前去会合，全力协助对方绞杀金螭。赤焰山位于荒漠之地，想要寻得妖王洞府自然简单。秦科和卓浩避免波及山下无辜百姓，阻拦玉虚子炸毁洞府。玉虚子思忖片刻后，施法将杏枝仙树堵住洞口，以此方法引出金螭进行围剿。不远处，虫子带着沐浴立于石上，亲眼目睹金螭以一敌多，依旧未落下风。玉虚子深知金螭夫妇间谍情深，趁他不注意重伤白女，逼迫金螭束手就擒。虫子痛恨玉虚子使用这等下作手段，当即决定要帮金螭战胜仙门，又对玉虚子出手。卓浩和秦科还想劝说虫子回头，怎知玉虚子趁机偷袭。卓浩见状，为虫子挡下一击。骆音凡从天而降，喝令仙门众人撤离，直到就剩下他和虫子二人。时隔短短数月，仿佛已过1000年，曾经纯粹的师徒关系蒙上一层暧昧色彩，夹杂着恩怨情仇。骆音凡质问虫子是否杀害程风，虫子没有替自己辩解，全当默认，更是加深彼此误会。虫子归还星灿法杖，表明从今往后再无任何瓜葛。骆音凡愤怒之余，心头涌起愧疚，执意要带他回去遭强烈反抗。只见虫子使出魔剑，不带有任何留恋的朝他挥去。无论虫子如何步步紧逼，骆音凡始终闪躲，并未还击。沐浴眼看时机差不多，出面打断二人僵持。骆音凡情绪波动，引发噬心毒，满脑子都是对虫子的执念。虫子察觉骆音凡神情异样，紧接看他虚弱跪倒在地，想要关心上前，又忽然停住，只能狠心的跟着沐浴离开。如今金螭夫妇归顺魔族，王悦封其为金螭王，为同护法，无需恪守魔族规矩，特许他带领旧部行事。
尽管白女不希望参与仙魔之间的争斗，可她知道魔界尚有容身之处，金螭更是承诺等情况稳定，亲自找虫子说情，放他们自由。也正因虫子完成任务，绝功至伟，王悦当众赏赐天魔令，并且正式昭告6界，他与虫子2人则选吉日大婚，继而封号子后。近来百姓之中常见年轻女子被魔族吸走清气，秦科随同听雪在附近调查，意外获悉魔众要靠清气炼成刘红珠制作项链，当做贺礼献给子后。听雪故意将此事告知骆阴凡，假惺惺的劝说他应该早做准备。当天夜里，魔族给6界散布喜帖，昭告明日王悦迎娶虫子。王悦亲自来到水月城，还为虫子送上水姬穿过的嫁衣，感慨水姬没能成为魔后，而他才是真正号令群魔的魔后。虫子看着嫁衣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恍然间听见师傅的声音，充满着怒气和悲伤。卓浩听闻大婚的消息，火急火燎赶往魔宫，执意要见虫子，结果被拒之门外。虫子平退引心魔他们，告诫卓浩不要再继续纠缠，但是卓浩明白虫子对王悦毫无感情，他唯一的底线就是希望虫子能够嫁给心爱之人。可纵然如此，虫子依旧没有想过要回头。沐浴一剑刺向卓浩，扬言今日取他性命。虫子为保护卓浩，直接将卓浩打伤在地，厉声警告他休要痴迷不悟，表明仙魔注定对立，迟早有一日会对仙门大开杀戒。此话说完，虫子带着沐浴离开。卓浩看着他远去背影，瘫坐原地，露出失望的笑容，彻底心灰意冷。纵然卓浩保住性命，可他身中煞气难消，根骨清气难聚，短时间内恐怕无法苏醒。卓耀不忍爱子遭受这般折磨，耗散大半灵力修复卓浩的仙骨，一刹那间青丝变白发，整个人极度虚弱。也正因如此，卓耀当众宣布退居幕后，并且将清华宫公主之位传给卓浩。